好，接下来我们要关心以色列现在不甩川普共和党的选情同样是告急。现在面临到的问题就是包括了美国的盟友都失控了，而且川普内部面临的是民调崩盘，他这个时候急换他的亲信掌握司法部是为了自保吗？今天会做深度的剖析。好，川普现在面对的危机不只是民调问题，可以说呢，从外交上到内政，他一路都已经面临了各种压力，甚至现在更是烧到了司法体系的权力危机。川普上任以来，我们知道他有2大张王牌，第一张王牌就是说我要让美国变得更安全，第二张王牌他就是说要让美国重新富起来。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看到安全没有稳住，经济也没有起飞，最重要的是盟友已经开始不听话了。盟友是谁呢？也就是以色列了。我们要来看到以色列现在怎么说呢？川普说他想要喊刹车，喊这个中东的时候，他想要停止这一场战争，但是呢，以色列现在呢，他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也就是说，川普说希望解除这个哈马斯的武装把它包装成终于可以结束加萨战争了，这样的也代表说他掌握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主导了在中东的这个战事，并且美方也对以色列提出了15点的方案，要求说呢，哈马斯缴械来换取以色列的分段式的撤军。没有想到这个提议才刚出来，我们看到以色列是立刻否决了川普的提议，他说呢，哈马斯必须要先交出安全部的武器，摧毁地下隧道之后，他们才愿意考虑撤军。而且以色列方面还说，如果说这场中东战事美国没有办法打下去的话，以色列愿意单独攻击伊朗，甚至提出了这样的选项。杨老师怎么看？川普现在在外交上彻底失败的意思吗？其实一直以来，美国东岸的政治人物受到以色列还有犹太游说集团以及这些金主的影响非常深刻。尤其加上在共和党里面比较接近福音派的这些，不管是政治人物还是相关的学者以及就是这些说客其实在以色列的这个问题上是非常坚定的，支持以色列有钱有权，然后呢是类似相同理念。可是这样子的关系在这次伊朗战争受到了最大的挑战，而且可能会改变。也就是因为川普相信内塔尼亚胡说的，开始在2月28号对伊朗进行了斩首，然后全面的轰炸。其实从2月28号到4月7号，以色列也是参与轰炸的以色列也轰炸超过1万个以上伊朗的这些设施标的，包含军事甚至民间的。因此在7月7号之后，虽然是美国单方的行动，但是呢，那个时候川普就已经了解他上当了，他这个没有听他的将军的话。其实1979年以后到现在为止，整个伊朗就是美国认为最大的中东挑战者。但是为什么以前都没有打？不能打，而且打不赢。他所有的国家都打遍了这附近，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包含加萨，他是支持以色列去打。那其他国家美国都有驻军呢，除了巴基斯坦之外，为什么在过程当中不敢去打伊朗？因为伊朗它有高原堡垒的地理优势，它有在就是赫姆兹海峡这种地图上临界的地理优势，所以他现在真的打下去了，他发觉上当了。上当了之后呢，他开始就对以色列、对内塔尼亚胡这个开始没有耐心，不信任。但现在开始他要解决加沙问题的时候呢，提出了一个分阶段让哈马斯可以去就是裁军撤销他的军备的这个做法，内塔尼亚胡完全不接受。他发现到，这个是不是他10月3号吧，以色列进行选举的最后一个他可以救他的一个浮木那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他会去跟美国产生不同的意见，甚至去争议。那可是他会不会去再打伊朗呢？因为显然美国已经不愿意打。你看这2天《纽约时报》就说了，美国的库存的弹药如果再继续用的话，就不会在全球对中国跟俄罗斯产生足够的威慑力。这根本其实在找借口。也就是说，我不愿意在伊朗了，至于威慑力与否，那根本不重要。所以现在美国不会再去打伊朗，要怎么样下车，要怎么样找出这个退出的机制。可是这个时候，以色列会不会去打伊朗？第一个，以色列如果打伊朗，美国绝对不会去
跟着后面一起打。第二个，伊朗回击打以色列的时候啊，美国也不够足够的这些飞弹防御去帮助以色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内塔尼亚胡不敢单独的去打以色列。简单的说，也就是飞弹防御不足了。那伊朗现在很显然的是，就等着你来打，等着你来打的时候，他就还击你，整个可以削弱以色列的这些防御，那甚至呢会造成内塔尼亚胡很快的下台。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内塔尼亚胡现在所表现出来是，还是希望抓到最后这一根浮木哈，也就在加沙问题上要完成他的政绩，然后希望因此能够去对这个选举产生一些思维的影响。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现在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问题。那川普对外是无法掌握住这个以色列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在对内我们要来看到他内部的一个最新支持度了。好，川普的支持度现在来到了新低35%，而且呢，民主党在很多的领域上面是赢共和党的，包括了经济的治理、国会选举支持度等等，都是赢共和党的。甚至是川普引以为傲的国家安全跟经济表现同时失守。我们先来看国家安全，美伊战争到现在有1/3的民众是表达对川普的支持的，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川普要打这一场战。那么经济表现，70%的民众认为经济状况不佳，而且民主党已经将58个共和党选区列为接下来他们要进攻的目标，其中12个原本都是稳定支持川普的选区的。接下来最担心的事情就是11月份了，共和党如果在11月的期中选举失去了众院的话，那么民主党主导就可能持续的调查川普相关他的企业啊、家族利益跟金主等等，这恐怕是川普现在最担心的事情，会不会提前跛脚？那一休又怎么看？对这个事情其实非常非常严重啊，因为川普的这个最强的牌，你如果说啊，民主党跟共和党差别在哪里？美国人有一个既定印象就是共和党比较会搞经济，民主党呢，它比较会搞这个社会的公平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从传统分类来说，虽然美国的政党都非常的右啊，是对比于这个对，不管是中国大陆或者是欧洲来说都非常的右啊，甚至对比台湾的政党哈，因为在美国人里面，它就不会出现像是我们这种健保类似的形式，对，但是呢，这个美国的一个特质就是，共和党是非常重视小政府、自由贸易，然后呢，大家可以有这个美国梦，而这个美国梦是靠你只要敢拼敢抢，你只要勤劳、认真劳动，那你就有机会成功。这是共和党给的梦嘛。所以共和党这个优势是长期以来的经济牌的优势，结果呢，10年以来首次，竟然共和党把经济牌给丢了。这个根据路透社跟这个易索普第一季所做的民调啊，总结来看，10年来首次，民主党以37%赢过共和党36%的经济牌。那如果在经济议题方面的你都输的话，那你还有什么可以输呢 ？Yeah, you are nothing can lose。但是问题是你输光了，you lose everything。然后呢，更惨的是68%的选民认为川普啊没有放他的专注度在家庭经济上，因为燃油价格疯狂暴涨，而且这也要专注在一个点，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消耗燃油的国家，他的国民因为第一个美国国土非常的大，第二个美国国土分裂很稀疏，所以他们很常住在一些小镇上，他得开车开个20-30公里，就只是去这个沃尔玛或者是这个镇上的，甚至都不到沃尔玛，就是镇上的一个杂货店grocery store 这种的就去买东西，然后他们很喜欢开皮卡，为什么？因为皮卡一载1个礼拜，回家呢，他们家的冰箱不是冰箱，他们是有大冰箱、大冰库，还有冰窖这样排列组合，然后车库里面可能还放着这种可以冰东西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来储存他们的家用物资。但是你现在把那个燃油调那么高，他们每天都要开车的，他们每天都要消耗燃油，还有他们很爱搭飞机，他们高铁也不发达嘛。所以这些东西都直接挂钩到他们的日常出行的里面，这也是这一次啊，这个川普非常痛苦的地方啊。那所以呢，你刚才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民主党如果回到众议院，那怎么办呢？我认为川普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只要期中选举一过，这个川普成为跛脚总统的机会，不是说没有，而是根本就是。好，所以川普现在的这个危机是巨大的，而且呢，这可能还关乎一个事情，就是中美关系会不会因为他跛脚又有所改变？这一点呢也是让大家所这个关注的。不过在此之前，到11月选举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关系大概会是近年来最好的时候。然后呢，美国人大概会是近年来最痛苦的时候，因为川普不可能立即改善美国人的经济。那美国人的这个贫富落差会更加的拉大。那所以短期之内呢，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好。所以我们也看很快哦，11月就即将到来了。如果说真的到时候民主党拿下众院的话，也是川普的噩梦，可能会提前跛脚。那现在呢，他是不是已经预想到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所以要来干预司法体系呢？因为我们要看到的是最新的一个消息，他把自己的前私人律师送进了司法部。这位是谁呢？他叫做陶德·布兰奇。最新消息以50对49票惊险通过参议院的表决，正式的出任了司法部长。在这个投票的期间，有一件事情很吊诡，就是2位共和党议员跑票，表达了对川普的不信任吗？怕是说，如果到时候民主党掌握了众议院，下一步就可能针对川普他的个人的私事做调查。那是不是川普现在送了自己的律师进去，有包庇的嫌疑呢？舰长怎么看？可能不只是包庇，还可以先看到到底司法部上面有多少的证据啊。那我们现在大家比较有兴趣的是哈伯斯坦案啊，那但是真正会影响川普以及他家族的未必是这个案子，而是这个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所存在的许许多多被大家怀疑的内线交易案。那这个内线交易案怎么解释呢？其实我们来看呢，最近的一个，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3月9号的时候，那个川普总统在接受这个CBS 访问之后，那其实我们就看到了那个原油下跌，然后那个大家都通通的开始买进这个便宜的那个原油。但是呢，大家可以发现吗？在早早的这个6点29分，也就是在川普接受到访问之前，你就看到了有人已经先布了空单。